1999年的奥地利站是舒马赫受伤并退出总冠军争夺后的第一站。前一站英国大奖赛，排位赛第2的舒马赫起步并不好，接连被库特哈德和艾迪埃尔文超过，但雅克维伦纽夫和扎纳尔迪的赛车并没能成功起步，所以马修得把他们推到一边去。赛会出示了全场红旗，但舒马赫不知道，而且车队也没有告知他这个消息。就在心急的舒马赫准备超过自己的队友艾迪埃尔文时，他的法拉利 F399 赛车的刹车突然失灵，以超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冲上砂石地，并以107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重重地撞向轮胎墙。舒马赫本人回忆此次事故时说：“我只感觉到我的心跳越来越慢，直至停下，可能这就是要上天堂的感觉了吧。但震惊过后，我很庆幸我还活着，只是对于世界冠军的争夺也跟着结束了。”这次事故导致舒马赫的胫骨和腓骨骨折，被迫休息了97天，直到当年的马来西亚大奖赛才复出。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一颗没有拧紧的螺丝导致赛车后轴上的制动液泄漏，后轴的制动系统失灵。至于是否有别家车队的内鬼，则一直没有定论。来到奥地利，当时的红牛环赛道还叫 A1 环，直到12年后马德西茨收购重建才更名为红牛环。埃尔文成功晋级为法拉利的1号车手，争夺车手总冠军的重担就交给了这位风流的北爱尔兰人。芬兰车手米卡萨洛则替补了舒马赫的位置。排位赛，哈基宁和库特哈德为迈凯伦包揽头牌，埃尔文排在第3，落后了哈基宁整整1秒。德国车手弗伦岑继续着优异的表现，为乔丹车队拿下第4。巴里切罗和赫伯特为斯图尔特车队取得5、6。身后是法拉利的替补车手萨洛以及效力威廉姆斯车队的拉尔夫·舒马赫，他也是车王的亲弟弟。五盏红灯熄灭 ，The race is go！ 哈基宁和库特哈德都成功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巴里切罗也成功超越弗伦岑来到第4。而下一个镜头，哈基宁直接掉了头，停在了砂石地里。身后赫伯特的尾翼掉了，他被萨洛顶了屁股。原来是3号弯之前，库特哈德硬是把自己塞进了内线，碰到了哈基宁的右后轮，转了半圈的哈基宁和库特哈德是面面相觑，库特哈德成功把领先自己22分的争冠队友顶了出去。这次事故，库特哈德毫无疑问是全责。在舒马赫缺席的第1场大奖赛，迈凯伦就这样送上一份大礼，想想赛后怎么跟罗恩·丹尼斯解释吧。而埃尔文也不得不踩一脚刹车，巴里切罗趁机又抢下一个位置。来到第3圈，库特哈德已经建立了4秒的领先优势，此时前翼损坏的萨洛也不得不进站更换前翼，掉到了最后1名，提前退出了争夺。哈基宁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第7圈他在3号弯超过了达蒙希尔，这位1996年的世界冠军在来到乔丹车队后就萌生退役。99赛季屡次的机械故障更是磨平了希尔的棱角。就在哈基宁准备对普罗斯特车队的特鲁利动手的时候，拉尔夫·舒马赫陷在了砂石地里。他在超过索伯车队的迪尼斯时失去了后轮抓地力，而这位迪尼斯呢，可以说是一位付费车手。他最高只参加过英国 F3， 没有 F3000的参赛经历，仅凭他爸爸带来的赞助，在1995年加盟福迪车队，并以稳定的表现说服了观众，甚至在1997年凭借巨额赞助，可以在飞溅车队和卫冕冠军达蒙希尔搭档。2000年结束后，他曾和索伯车队谈过续约，也和普罗斯特车队谈判过，但还是没能继续自己的 F1 生涯。于是迪尼斯家族大手一挥，直接买下普罗斯特车队40%的股权。回到比赛，让阿莱西在发车直道上超越了主场作战的贝纳通车手伍尔斯，哈基宁也在身后准备动手。3号弯伍尔斯守住了，但是4号弯之前的直道让伍尔斯再无防守的机会，哈基宁成功在第12圈追到第10。第15圈，哈基宁又超过里卡多·宗塔来到第9，距离积分也只剩3个位置了。让我们来看看前方，库特哈德已经拉开了12秒的领先差距，而埃尔文在跟了巴里切罗10多圈之后，也渐渐带开了与巴里切罗的车距。Martin Brundle 把这场比赛称作法拉利的噩梦。想象一下，舒马赫打着石膏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落后巴里切罗3秒的埃尔文，简直是想想就难受。此时的哈基宁又上升了一个位置，他和让阿莱西一起对身前的赛车展开攻势。让阿莱西先在3号弯超过了费斯切拉，接下来的4号弯哈基宁晚刹车走内线，看起来费斯切拉毫无防守的想法。第19圈又超过雅克维伦纽夫，距离积分区仅1步之遥。但此时的让阿莱西却把哈基宁越拉越远，显然索伯现在的油量是更少的。第25圈，迪尼斯开启了2停的进站窗口，紧接下来队友让阿莱西也进站加油换胎，排名5、6的两人掉到了12和13，阿莱西也成功 overcut 掉了队友。
哈基宁得到了一片干净的空气来追击，也正式来到积分区的位置。当时的积分规则是前6名分别得到10、6、4、3、2、1分，所以每一分都显得非常的宝贵。此时在一条大直道上可以同时看见法拉利和迈凯伦的身影了。在换完鼻翼以后，萨洛一直卡在第18的位置，而库特哈德身前的米纳尔迪车手巴多埃尔已经是被套了第2圈了。第33圈，哈基宁在3号弯对弗伦岑动手了，但弗伦岑显然是太善良了，没有逼迫走位，也没有关门，给哈基宁送上了第4的位置，而哈基宁距离埃尔文也只有17秒的差距了。哦，哈基宁这么快就追上埃尔文了？这时库特哈德在套圈萨洛，并且路过了一辆没油了的扎纳尔迪，威廉姆斯达成双退成就。第38圈，巴里切罗完成了自己唯一的1停，出站后来到弗伦岑身后。接下来的一圈，库特哈德也进站了，出站之后依然在巴里切罗身前，哈基宁也顺势短暂的来到第1，不过下一圈就进站了。第44圈，用轻油不断刷新最快圈速的埃尔文进站，而这次的进站非常完美，仅仅花了 8.6 秒，比库特哈德快了整整2秒。出站时已经可以看到在直道末端的库特哈德了，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法拉利做到了，埃尔文领跑了奥地利大奖赛。埃尔文抹平了进站前15秒左右的劣势，晚4圈进站，成功以 1.9 秒的优势 overcut 掉了库特哈德，这是罗斯布朗的法拉利战术的一次巨大成功。看来埃尔文比赛前期的挣扎是不无道理的，重油的埃尔文肯定追不上巴里切罗。接下来萨洛被套圈让过了埃尔文，现在萨洛的任务就是在规则之内尽可能的恶心库特哈德，比如说看见第3面蓝旗再让车，游走在规则的边缘。第50圈，冲刺了一整场的哈基宁对领奖台位置发起了冲击，巴里切罗在3号弯走得太深了，这给了哈基宁机会。4号弯，哈基宁从内线干净的过掉了巴里切罗，成功从第1圈的最后1名来到第3。哈基宁又贡献了一场精彩的追击战，你永远可以相信这位舒马赫一生中最伟大的对手。但追上身前15秒的库特哈德是没有希望了，而库特哈德也终于摆脱了萨洛。不过现在他和埃尔文的差距已经来到了 3.5 秒，并且差距在不断拉大。而又一位没了油的让阿莱西再次做了悲情版，他没能撑到2停的窗口，吓得队友迪尼斯赶紧在下一圈进站。此时一位可怜的巴里切罗爆缸了，好好的第4就这样没了。而埃尔文的领先位置好像并不牢靠，库特哈德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 2.15 秒。第61圈 1.7 秒，而埃尔文也遭到了慢车的阻挡。在套圈费斯切拉之后，两人的差距已经来到了1秒，这一圈结束差距已经缩小到了 0.6 秒。不过跑个题，哈基宁和他老婆是真的有夫妻相啊。比赛还剩2圈，埃尔文在3号弯锁死了轮胎，紧接着在4号弯又锁死了轮胎。他感受到了来自库特哈德的巨大压力，但是库特哈德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缩进差距。最后一圈，此时的费斯切拉爆缸了，只见他这下车的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也让库特哈德没办法超车了。最后一个弯角已经很近了，但已经没有机会了。艾迪埃尔文赢得了1999年奥地利大奖赛。哈基宁在第3冲线完成了一场干净利落的追击，但是赛后的领奖台上，除了埃尔文在庆祝自己的赛季的第2个分站冠军之外，2位迈凯伦车手都在板着个脸。显然库特哈德在第1圈的碰撞毁掉了迈凯伦追分以及哈基宁拉开领先差距的大好机会。就像前面所说的，在只有前6名有几分，而且还是按照10、6、4、3、2、1顺序发放的年代，每一分相比现在都重要的多。比如这场虽然迈凯伦拿下了2-3，法拉利拿下冠军，但总积分上两支车队拿的分一样多，法拉利还是领先迈凯伦2分，埃尔文也追上了哈基宁，以2分之差紧咬，接替了舒马赫来争夺车手总冠军。而埃尔文在1999年也确实和哈基宁战斗到了最后，最终仅以2分之差惜败。这个赛季虽然舒马赫缺席了7场比赛，但法拉利还是拿到了制造商冠军。如果99年 F1 有一个健康的迈克尔舒马赫，那么或许总冠军的争夺还会更加激烈，迈凯伦的内斗或许也不会那么严重。希望法拉利可以把以前的录像翻出来看看，什么叫2号车手，什么叫策略。但是几乎不可能，毕竟在法拉利眼中，我们意大利才是最厉害的，意大利人组成的车队才叫法拉利。Binotto, let's flee to fight.